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伟哥。秋葵含有多种维生素，被誉为最佳保健蔬菜之一。平时多吃秋葵，对身体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。但是很多朋友呢，在做秋葵的时候，不是焯水就是直接炒，都是不对的，因为秋葵的营养呢，全部都流失了。下面跟大家分享正确的做法，用这样的方法做出来的秋葵，营养保留，而且味道鲜美，营养价值极高。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秋葵、大蒜、小米椒、小葱。首先我们来清洗秋葵，把秋葵呢放入一个大盆里边，然后往秋葵表面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少许的食用小苏打，再加入少许的清水。我们下手揉搓一会。秋葵营养好吃，可是清洗的时候呢有点小麻烦，因为秋葵表面呢有一层小毛毛，毛毛之间的缝隙会有很多的脏东西和细菌。另外现在的蔬菜呢，从播种开始就开始浇灌农药了，所以说秋葵用清水洗呢比不洗还脏。我们需要加入这两物，先搓洗过后呢再浸泡10分钟，把秋葵放入淡盐水中浸泡，这样呢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再像这样两手搓洗秋葵，使秋葵之间呢相互摩擦。大家在清洗秋葵的时候呢，尽可能的把秋葵上面的那层绒毛给搓洗下来，这样后面吃的时候呢口感就会更好。加入食用小苏打，就可以分解掉秋葵上面的农药残留，而食盐也具有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。那么这样清洗过后的秋葵呢，就可以更干净。好了，接下来把搓洗好的秋葵呢，再用清水漂洗漂洗，把上面残留的小苏打冲洗干净呢，就可以了。直到水清澈就可以了。控水捞出，先放入肉盆中控水备用。跟着我们再来准备其他配菜。剁几瓣的大蒜，我们将其剁一剁，剁的碎小一些。当大蒜被剁碎以后呢，大蒜中的大含酸和镁充分混合，分解过程进行很快，进而可以得到较多的大蒜辣素，这样不仅增加了杀菌效果，也增加了蒜味，会更加好吃。先装入盘中备用。跟着我们准备几个小米椒，切成小米椒圈。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，那我们可以将它换成红菜椒，用作配菜调味即可。切好装入盘中备用。跟着我们准备一把小葱，切掉葱叶部分，我们只要葱白部分，将其切成小碎丁。切好装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我们来调个调味料汁，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少许的鸡精，一点白糖提味，再加入多一些的生抽，大概1-2勺，再加入1勺蚝油调味，最后加入少许的干淀粉，然后加入清水，把调料搅拌化开。搅拌好先放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把沥干水分的秋葵放入大碗中，跟着往秋葵中呢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然后下手把秋葵抓拌，使秋葵都均匀地裹上一层食用油。这样做可以在其表面呢形成油膜，一来顾色，二来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秋葵的营养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关注，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好了，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接下来蒸锅烧水，水开，我们把蒸架放上来，然后再将秋葵放进来，均匀的剖开，方便受热。烹饪秋葵时不要焯水，
因为秋葵中含有水溶性的维生素，直接焯水容易营养流失，但也不建议直接就炒或凉拌，因为秋葵表面呢含有少量的细菌。采用蒸制的方法，则可以很好的避免这个情况，既保留了秋葵最大的营养成分，蒸制过后的秋葵口感也更好了。上气以后呢，将其蒸至3分钟。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可以来炒料汁。锅中烧油，油热，我们把葱蒜、小米椒放进来，中火慢慢煸炒出香味，不要大火炒，否则不仅容易糊，香味还出不来。炒香之后呢，我们往里边加入刚刚调好的料汁，再次煸炒入味，炒出薄薄的芡汁来就行，就像这个样子。这样后期料汁呢可以挂在秋葵上，秋葵会更加的入味好吃。现在先放一边，这会秋葵也已经蒸制好了，看看颜色翠绿，营养也被保留了，可以出锅了。装入盘中，然后呢戴上手套，我们沿着秋葵表面的纹路，像这样把秋葵撕开。这样做呢，秋葵会更加的入味好吃。秋葵是绿色人参，尤其适合老年人。秋葵分泌的粘液呢，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，食用对人体好处多多。另外，秋葵嫩果中呢还含有丰富的草酸钙，适当使用秋葵呢，可以补充身体的体力，消除疲劳感。这季正是吃秋葵最为鲜嫩的季节，大家可不要错过了哟。现在我们把料汁均匀地浇在秋葵香边，美味极成。夏日的午后，一道清爽的凉拌秋葵，正好可以满足你的口腹之欲。学会今天凉拌秋葵的制作方法，让您在家也能够轻松地享受到这道美味佳肴。快来品尝吧，相信这道秋葵的清爽口感呢，会令你回味无穷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，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